那死去的9万合。就算你挡住这最为锋锐的傀儡刀丝，挡住这世间唯一无刃的兵器，挡住被瞬间切成8块的命运，又如何？你现在用研魔掌，还有一丝生机。对付你这么个阴阳怪气、不敢正面交手的家伙，不需要研魔掌。当年的穆家，因为有你我2人，本来是穆家这一代崛起最好的机会。可就是因为你不听师尊所言，我行我素，导致今日的穆家，仍旧是3家之中最势单力薄的一家。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别人打我就打回去；别人要杀我就先一步把他们都杀了。别人要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我偏偏要自己站起来。一变天机舞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竟然真的没有用研魔掌的武功，就破了天鹰九转旗。我败了。是吗？你败了。我今日才终于明白师父那番问话的意思。风危险，坠落命运的碎屑；雨危险，沾湿年少的心结。俯仰间接了满怀冰雪，几句领悟一生追月。心底的积雪覆盖的宁为忘却。
简直是无药可救。写过难挨的寒夜。宗主，你这是？怎么，连我都不能进吗？属下不敢。大胆！你还装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宗主曾经跟我有过约定，即便是他，也不能进入这隐域。就算现如今宗主必须要进去，他也一定会跟我提起这个约定。可你方才来时，却似乎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，所以你定然是人假冒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原来易卜也有聪明的时候。影域如今的守卫换成了鹰眼团，就算以我们三关的身份，也没有资格越过他们进入其中。那我便换张脸，易卜应该也难以想象，会有人胆大包天，用他的身份混入其中吧。哼。我也不知道易卜是怎么想的，暗河的实力早就远远超出影宗，他却还想用那些陈旧的传统来控制暗河。我不比我那两个愚蠢的同伴。你背叛我们！我说过，我欣赏苏成河。在那次黄泉当铺之后，我就已经开始联系他了。他比你们都聪明，知道什么叫做择良木而栖。你们不可能赢的。哼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？今日即便是苏沐雨被抓，也不过是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。不过入这瓮关的不是他苏沐雨，而是影宗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就算抓了苏沐雨，又要耗费多少人力去看守他？若是让他闯出我们的牢狱，又要耗费多少人力去阻拦他？届时的影宗，也就是任人鱼肉了。你话太多了。文英，看清楚他的模样了吧？不是多么值得去铭记的长相，勉强记住了9分吧。很好。那么真的天官，便就不必存在。我只选择强者。这阵法是星辰北斗阵，这个阵法的杀人本事一般，但是困人本事却是世间阵法中数1数2的。有本事便来破阵！看来他们被影宗发现了。有点恶心。
我的那一滴解药，怕是解不了全部的醉梦蛊。雨墨姐姐，你还有更多的寻踪珠吗？这一支是宇哥独属，需要训练很久才能得到这样意志。不过，如果是宇哥，哪怕只有一滴解药，也一定可以找到破解之法吧？也是，他可是苏沐雨啊。似有飞剑天上来。渊，活下去，等你长大后成为剑仙，重振我们无剑城。经落烟霞不复回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况那人间无尽愁。再看来时，当空月。父亲，今夜便借你一道凛然剑气吧。什么条件？我、哲叔、昌河，还有大家长等人，都会从此离开暗河。哎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奸细！哎，不是，真不是。苏沐雨，你别诬陷老子。行了，你说的那个等人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会列一个名单，名单上的所有人都会离开暗河。你是想解散暗河？想留下的都能留下，想走的都可以走。我只是希望给每一个留在暗河的子弟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沐雨啊，沐雨，你跟随大家长多年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想法有多么的离谱。就算我同意，提魂殿也会下达对你们的追杀令，不死不休。那便是我们的事了。现在苏家主只需要决定是否握住此剑。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绵龙剑的最好时机，苏沐雨的条件可不能答应啊！大家长，这是在考验我呀！握住这把剑，远远不够。得握住它，活着走出九霄城。你以为最好时机在何时，在何地？机会从来都是转瞬即逝，所以只有握住它，就是最好时机。连龙剑。我取了。慢着！苏家这个时候想拿绵龙剑，还为时过早了吧？关木慈陵，穆家穆慈陵，
和穆子哲同为前任穆家家主的亲传。他当年从大家长那里偷走了阎魔掌的秘籍，偷偷修炼，结果把自己练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后来也因为穆子哲的告发而败露，结果被锁入了那口黑棺里。 这个死人呐！给老子滚出来！什么人？胆敢在我苏家地盘放肆！哟，好大一个毛寸哦！哼，真像一颗毛蛋。 这疯了，居然把这样的家伙给放出来！传说中他的研魔掌并没有练成，看来穆子哲说谎了。掌边红气缠绕，说明研魔掌的功力至少有了8层。看来这家伙的实力在3家家主之上。唉，别做傻子，人又不是冲你来的，你冒什么头？ 手怎么伤的？没事，我跟穆子哲那狗东西打了一架，不相上下。哼，毛蛋，你想死吗？家主说了，若这次你能打败苏家家主，夺走绵龙剑，他便给你自由。穆子哲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？穆思良。 你不怕这些毒吗？又来这一套，打赢了就给我解毒。说好了，家主亲口所言。好吧，虽然这穆子哲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且相信他这一次打败谁来着？苏家家主苏锦辉。小声点。 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，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。 提魂殿追杀他的手术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！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。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。 求一道手术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喝药了。喂我。你怎么？ 伤人者为被伤者一点药，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，就算不错了。
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，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。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。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主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，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长河干的。穆清扬暗地里加入了长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卵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2家少主，看似重创2家，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3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长河部的局，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，他自己就想得到绵龙剑。可即便握住了绵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长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已经解了，难道小神医又回来了？许久不见，大家长。阿哲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苏锦辉那小子派你来杀我的？哼，多年前我也曾为大家长拼死一搏过，如今再次重逢，大家长居然讲我是来杀你的。哎呀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难道不是吗？原本是的，但我那个女将啊，收了钱就要把你治好，我听她的。你女儿？药王谷温家，难怪。所以我还要感谢大家长，要是没得你来找，我还没得办法跟我那个女重逢呢。
刚刚那小子叫什么名字呀？穆天林。听上去就是个出来就要去死的名字。那你呢？苏泽，山水之子。是。唉，也是个出来就要去死的名字。不过这苏晋辉就不一样了。这名字一听就很难杀。生见此灵，死见阎罗。10年前，我就劝穆子哲杀了，他不愿意。他说将来或许能用上，没想到，他说的将来就在今日。不过单凭你一个人就想杀了我，不觉得可笑吗？能不能杀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区穆家叛徒，怎值得我苏氏家主出手？你的剑法不错啊，比那颗毛蛋强很多，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。秋叔，苏晋辉，你终于肯出来与我一战了。当年你们3个狗东西，合力才勉强赢过我，如今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害怕吗？拔剑40年，杀鬼战神，不知何为害怕。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看到老爷子亲自动手。这场戏看得可算过瘾。有几分意思啊。长河，戏的终局你希望是什么？你当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啊？我们不是很多年前就说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俩现在联手，一起对付他。苏沐雨啊，你厉害啊！你现在都学会骗人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想借我退敌，然后把剑给苏家家主？我真服了。炎魔掌！原来还有高手啊！去吧！这老家伙的剑法还真是老道，难怪穆子哲会把这差事交给我。我的炎魔掌，如今可以融入我的刀式。你见过阎王的掌法，你可曾见过阎王的刀啊？双寒剑气，有点意思。很久以前听说，《西行游记》的画本之中，孙猴子用棍子画了一个圈，任凭圈外鬼神纷扰，圈内
仍然是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但不同的是，孙猴子的圈困住了人，而我的圈可随人而行。我在哪里，哪里便是天地。这下可精彩了！要参战吗，穆远？此刻我若是出手帮助苏家主，才战胜了穆子陵，他就算拔出了灭龙剑，日后也无法震慑三江。相反，若是苏家主赢了，那至少穆家就绝对不敢造次了。行，那我们一起下个注吧。你猜谁能赢？家主打算尽全力了。穆子陵练了炎魔掌，根基也不会太深，时间久了必败无疑。你错了，你如果看过那本秘籍，你就不会这么天真了。那疯子一样的武功，哪分什么根基深不深？你看过？没有，我猜的。家主，穆家放出了穆子陵。看来穆白的死让穆子哲很是生气。还有，他来了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你这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。但切记，这几日不可以随意使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神医用移魂大法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，也是为了解你身上的毒哦。我可没有骗你啊！你看。你现在也变回一个健康的人了，那咱们之前说好的钱，是不是也该？答应给神医的都会给的。我只是很好奇，神医是如何治好我的？我以移魂大法和大家长同感同知，所以便也体会了一把那雪落一枝梅的万蚁蚀身之痛。可在此期间呢？我发现，人体700念穴之中有一处没有被雪落一枝梅的毒所侵染，那就是至阳之穴。所以我用银针将那雪落一枝梅的毒全部都逼到了至阳之穴中。然后你再刺一针，将这些毒都放了出来。放了出来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毒按理来说是治不好的，只有一种办法。就是以命换命。以命换命，这就需要一个内力极其精湛之人，以手掌覆盖至阳穴，将那毒生生给吸出来，也就等同于将毒引至己身。那么问题便来了，在这诸巢之中。有谁愿意为了大家长，以命换命呢？阿珂，我还记得我们一同进入诸巢的那日，大家长原本连站都站不稳，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一副正常的模样。不放松一丝一毫的警惕，可就是这么一个你不愿意在他面前放松警惕的阿珂，最终却为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大家长，你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吗？
大概就是曾经的2个好兄弟，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大家长，另一个呢，成了驼背丑陋的看门人。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啊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他走了。罗叔，真的不等大家长醒来了吗？不了，醒来也不必相见了。我与他之间的纠葛，从此一笔勾销。这出朱巢，你也自行处理了吧。大家长若已无事，那么这处朱巢便应是要亡故的了。也好，那个小神医呀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没想到罗叔也有喜欢调侃别人的时候。哎呀，人总在临死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的看透自己，获得真正的解放。如今，我不是安和的人了，也不是穆家的穆可文，更不再是这处朱巢的看护者了。哎呀，没有了这些负担，我忽然觉得活在这个世界，好像又添了几分的滋味，又不再是那么的想死了。罗叔，啊，我听说过你和苏长河的故事，你们很像我和年轻时的名策。哦，穆名策，就是曾经大家长的名字。我希望你们2人之间的结局，可以和我们不一样。他说欠你的这一次已经还清了，你欠他的就等下辈子再说吧。他在人生余下的时间里不再是穆可文，也不属于安和，不必再见了。他已将你体内的毒素几乎全都吸走了，但还有些残余。我这几日服以针灸，便可全部清除。但切记，这几日千万不可妄动内力，恐使其复发。所以，接下来的事情，是不是跟我们就没得关系了？那就劳烦大家长给提魂殿写封信。我要走了，喊趟莫派营来追杀我哦。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可你还是留了下来。有些选择是没有后悔的机会的。哦？哎，不可妄用内力。这叔，先容我和大家长聊聊，再做决定。你讲得对，你先聊。要是聊不通，我再来帮你收尸。那木也就希望哲叔不要替我收尸了。
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。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，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。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影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
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雪落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的？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神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强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，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
我还知道，每任的魁啊，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之间，是为了什么？魁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
说的，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呐。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判处你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。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呀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，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线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
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铺路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林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肤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。
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